哎呦我去，我把这个给切了。大家好，我是菠萝，在4号凌晨12点，在实体店排队了4个小时后，我终于是拿到了我2个多月前预购的 Switch 2，所以怀着激动的心、颤抖的手，颤抖的剑啊，今天我们就来通过实际对比 Switch 2。跟初代通过运行同一款游戏，就是《塞尔达王国之泪》，分别在掌机与主机模式下的画面与帧数测试它们之间的性能区别，以及试玩一下 Switch 2的首发护航游戏《马里奥赛车世界》，来聊聊就是目前来说涨价到3000多块钱的 Switch 2，到底值不值得现在就升级？我们先来个快速开箱，打开包装盒首先我们能看到的是这个新款的 Joy-Con。它的旁边呢就是我们的本体了。这一代呢，它是配备了一块7.9英寸的 LCD 屏幕边框呢相对来说做的也比较细了，不像上一代刚出的时候那个边框上都可以停车是吧？分辨率呢也提升到了 1080P 支持 HDR 和最高120赫兹的刷新率。不过很确定大约2年后任天堂就会再出一个 Switch 2 OLED 来再收割一波。主机本体的上方呢跟下方都各有一个 USB Type-C 口，这2个是都可以用来充电的。这里也有内置的一个 microSD Express 的卡槽。这大家需要注意就是 Switch 2是不支持1代的普通 microSD 卡的大家在购买时一定要认准 Express 字样。然后在续航方面官方的说法是 2.5到6小时，给的范围比较大，基本等于没说。值得一提的是这一代的 Joy-Con 使用的是磁吸的连接方式，在安装跟取下时呢都更加的方便。它相比起初代的 Joy-Con 手柄整体要大1厘米手感上的提升不能说没有但是这个聊胜于无。这里也能感觉到，因为整体都加大了 ，Switch 2的重量呢是要比初代明显大一些的，从400克涨到了534克左右。然后这个 Joy-Con 甚至还加了一个鼠标功能在游玩 FPS 游戏时呢，可以直接把 Joy-Con 放在桌面上当鼠标用但说实话，就这个形态作为鼠标手感真的是不咋地不过 Switch 2呢也是支持直接连接 PC 的 USB 鼠标的，不过具体到每款游戏能否使用呢，我猜还是留给游戏厂商来决定，不然对于一些偏竞技的射击类游戏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公平的现象。如果你购买的是马车同捆版里面还会有一个数字版的激活码，一根 HDMI 连接线，2个 Joy-Con 的腕带，以及一个60瓦的 C 口电源适配器功率要比1代大不少，而且这回的线也是可拆卸的了。接着是这个 Joy-Con 的手柄握把，最后就是我们 Switch 2的底座了。当 Switch 2连接底座时呢，它是可以原生渲染2K 60赫兹的画面并通过英伟达的 DLSS 来将分辨率拉升到4K 60赫兹来输出的，并且支持光追与 HDR 相比起初代 Switch 的 0.5T flops 的算力Switch 2的分值算力是可以达到3T flops 的，整整提升了6倍。内存呢也从4GB 提升到了12GB 不过话虽这么说实际上也就是9年前的 PS4 Pro 的水平。接下来我们开机试试。说实话，一开机这里我就能够明显感觉到这个 Switch 2的屏幕不光是分辨率与刷新率的升级，即使只是在主菜单它的屏幕色彩也是要明显比 Switch 1的 LCD 版好很多的。对，1代我没入 OLED 版。在第一次开机后呢，它会进行一个首日更新。另外，如果你本来就是 Switch 用户那么这是需要做一个简单的数据迁移，过程非常简单，根据主机的提示一步一步往下就可以。它会自动将你的用户数据传输到 Switch 2上，并且自动下载你在 Switch 初代上已经安装的数字版游戏，而且数据转移完成后呢，初代 Switch 上的账户数据也是还在的，不会被自动重置。可以看到我 Switch 1和2的主菜单这些游戏都在。那么现在我们所有的游戏都已经下载完成了我们先来通过掌机模式体验一下《王国之泪》，对比一下 Switch 1与2的效果。Switch 2方面呢，得益于升级了的芯片我们终于是可以在掌机模式下把游戏跑到 1080P 60帧了。同时，因为屏幕支持 HDR， 整体的色彩与对比度也要比Switch 1好上不少终于是把狗牙给消灭了，尤其是像草呀、头发的边缘终于顺滑了。那些 Switch 1有明显掉帧的地方呢，Switch 2也能够稳定运行，让人真正的一窥没有马赛克的海拉鲁大陆。
而在 Switch 1上呢，王国之泪分辨率基本是跑在540到720P 之间，画面的锯齿狗牙非常明显啊，很难想象这曾是一款23年的第一方独占大作。帧数方面呢，初代 Switch 大部分时候是能够达到30帧，但是遇到比较复杂的场景，最低还是会掉到20左右。所以总体来说呢，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体验啊。这也是我为什么只玩了一个开头就停下了，一直在等待 Switch 2发售啊，来好好的体验这一款拿到发米通40分满分的进入白金殿堂的游戏。所以整体来说呢，王类啊在 Switch 2上的性能表现我还是挺满意的啊，我觉得这才是王国之泪本来应该有的样子，所以我也是准备在 Switch 2上把它补完。然后我们再来看看主机模式，这里我是通过采集卡直接从两款 Switch 底座上得到的画面，所以它的对比应该会更加直观一些。Switch 1呢还是老样子啊，在主机模式下，游戏整体运行在720P 到900P 之间，王国之泪甚至都达不到1080P，而我05年的 Xbox 360啊都有部分游戏可以跑1080P， 帧数呢跟掌机模式一样，还是在20到30帧之间啊，就挺离谱的。像我的话呢，一般是连一个130寸的投影啊，超大马赛克，我可以说是。而 Switch 2呢，在主机模式下是渲染的 1440P 60赫兹画面，并通过 DLSS 拉伸到 4K 输出。怎么说呢？虽然 Switch 2的性能啊，相比起 Xbox Series X 与 PS5 或者 PS5 Pro 啊这些主机来说，还是要弱上一截。但是 900P 到 4K SDR 到 HDR 的提升，这款 Switch 确实还是对得起一个2字啊。另外，除了画质方面的提升 ，Switch 2在读取时间上，由于使用了更快的内置存储以及新规格的 microSD Express 拓展卡。它也要比1代快上不少。虽然王国之泪呢是开放世界啊，在大地图上是几乎是不需要读取啊，但是每当我们进入神殿以及传送的时候，还是需要读取啊。所以整体上更短的读取时间呢，也能够让我更好的沉浸在海拉鲁中。不过还有一个槽点啊，就是想要在 Switch 2上游玩画质升级版的王国之泪啊，需要支付$10的升级费。说真的，我觉得这个挺离谱的啊。就这么说，如果 Switch 1代的王国之泪啊，它已经有一个很好的完整的体验的话啊，那你让我在2代上付费拥有更好的体验啊，我是愿意的。但问题就是王国之泪在1代上还刨的跟屎一样啊！我记得之前还有一个传闻，就说王国之泪本来是想要作为 Switch 2的首发游戏，但是因为一些原因 Switch 2延迟了啊，所以就改为1代发售。虽然这个消息的真伪啊，我们是无从分辨的，但是这确实能解释就是为啥王国之泪在1代上运行的这么差。再加上 Switch 2本身就已经比1贵了快1倍了，所以我是真的觉得任天堂不应该收这$10的升级费。好了，我们主机模式的对比呢也先到这里啊，接下来让我们来试玩一下 Switch 2这次的真独占以及首发护航游戏《马里奥赛车世界》。这款应该是马车系列啊第一次采取大地图的模式。我本来想说开放世界啊，但是我今天看到任天堂的采访啊，说他们从来没有说过马车世界是开放世界啊，只是大地图。不过行吧，刚进游戏呢，我的第一感受依旧是啊，在1080P 分辨率下，锯齿没了。然后在模型的质感与精度上啊，也要明显比马车8高出不少。然后就是 HDR 的加成，让画面色彩与对比度更加突出了一些。然后赛道外的背景上呢，元素是要比前作多一些，有些地图呢甚至还有了观众啊。不过就游戏本身来说呢，因为马车用的是比较卡通的风格，玩法也依旧是这种道具赛车的模式，你不会说有一个特别跨时代的感觉。OK， 跑完圈呢，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个大地图的自由模式。在这个模式下呢，我们的活动范围啊就不会被束缚在赛道内了，基本是到处都是可以去旅游观光的，可以互动的东西会更多一些，并且基于 Switch 2更强的机能以及更快的存储，你甚至可以在这个模式下无缝的在各个赛道间穿梭。它的右下角呢还多了一个小地图，你说这玩意儿稍微改一改，能不能做到奥德赛2里啊？除了到处旅游观光以外呢，自由模式里地图各处也会有一些小任务，就是这些 P 的标识啊，相比起单纯的比赛来说，多了一些趣味性。然后地图里的各种角落也会有一些彩蛋等你发掘。如果你相比起紧张刺激的比赛啊，偶尔想放松一下，到处转转玩小挑战，找找彩蛋的话，那么这个自由模式啊，就刚好能够弥补这个空缺啊，这也算是马车系列的一个新的尝试。好了，那么在试完之后，我们来根据我目前的体验以及网络上的一些官方信息，来回答一下标题的问题，就是 Switch 2啊，在现阶段值得升级吗？
我觉得这个呢可以分为3类人群啊。如果你是冲着玩全新大作来的啊，那么我建议你可以等等啊。目前 Switch 2的首发游戏阵容还比较薄弱，真正能称得上护航的也就只有这次同步推出的马里奥赛车世界巡回赛。没错，像塞尔达呀、宝可梦、大金刚等等任天堂的大 IP 新作啊，首发一个都没有。再加上 Switch 2的本体与游戏定价都不低，相比起初代刚推出时啊，贵了一大截啊。以目前的首发阵容来说，性价比确实不是特别高。而如果你是从来没有买过 Switch 的新用户啊，那么我反而推荐你现在去二手收一台 Switch 1代啊。一方面是价格便宜，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先体验一下你到底喜不喜欢任天堂的游戏风格。比如说像马里奥呀、塞尔达、动森这些，过去几年的 Switch 1啊，已经累积了非常丰富的游戏阵容啊，估计也够你玩到 Switch 2降价，甚至推出 OLED 的版本了。到时候呢，你可以再选择把1代出掉回血啊，或者留着当纪念收藏，等到时候再入2代也完全不迟。但如果你跟我一样啊，是那种Switch 1时代很多大作因为种种原因还没玩完的玩家，比如呢是对王国之泪的帧数分辨率啊总觉得差点意思啊，再等升级，像这样以回坑为目的的话，那我觉得你可能不会失望啊。毕竟相比起1代，无论是分辨率还是帧数的提升都还是蛮大的啊，就当是你拿3000块钱啊去升级了个显卡啊。另外我也是真的不想再等2年了。OK， 那么今天的内容呢就差不多到这里了，我是菠萝，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